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什么是邪淫？邪淫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行为，是指不在法律和道德范围内的违背伦理的邪心邪念或者是邪恶行为。而邪淫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内心和行为的不清净。所谓一切唯心造，心生万念，一念觉就是佛，一念迷就是魔。但是现在很多人却完全不在乎邪淫的果报和严重性，甚至大肆造业起烦恼，乐此不疲。我们要知道的是，邪淫所带来的恶果其实丝毫不亚于杀生或者口业。佛门里曾有这么句话：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。从中可见，邪淫是万恶之源，人一旦生起这个邪淫之念，恶因也就随之而起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它会成为你人生的业障，并障碍你的修行。要知道，我们学佛就是在修心，心若不清净，哪里都是污浊之气，哪里都如同地狱。那么既然知道邪淫的危害，我们该如何对治呢？我们又该如何找回那些因邪淫损失的福报呢？最近小编找了7个因邪淫损失福报的故事分享给大家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被邪淫困扰的人是如何转罪为福的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故事。辛某年间，浙江省的考试围场前，有人突然梦见众神在那儿聚会，考核众多考生，决定应由哪些人考取功名。众神原本是想要让中郎当榜首的，但是中郎曾造成一女子含具怨恨而死，于是坐在中间的主神便说他德行有缺，不可录取，需另找一人补名。旁边的神便提议由鱼寻代替。某人做了此梦后，便将自己的梦境告诉了中郎，并询问是否属实。原来中郎曾淫污了家里的婢女，甚至还导致婢女怀孕，但中的妻子不愿容纳该婢女，婢女因此选择跳河了结自己的性命。此后中郎时常想起此事，内心惴惴不安，在听到了这个梦后，心中更是恐惧。果然在该年的省试中，中郎没有被录取，而考取榜首的正是鱼寻。过了不久，中的妻子也病死了，中郎更是害怕万分，此后便尽心尽力地去做善事，以求能够弥补罪过。随着中郎持之以恒的行善结果，终于让他在下次的省试中考取了榜首。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中郎虽然淫人致死，罪过很重，但是在经过他不断的努力改过，尽力行善后，最终还是得到了自己原本应得的福禄。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故事。明朝有一书生名叫曹志涛的，经常和林妇暗中私通淫行。林妇的丈夫在知道了自己妻子的不忠后，恼怒非常，企图干掉这对奸夫淫妇。于是便于一日，林妇的丈夫假装和妻子说，我明天要出远门，需经数日才能回家，你要好好顾家。妻子听了以后暗中欢喜，第二天便约曹志涛晚间来家中幽会。当天曹的多位文友正好前来邀请他参加诗文聚会，曹因已和林妇有约，便通通都拒绝了。文友们知道曹一定是想和林妇约会才拒绝参加诗会，不忍心见他德行堕落，就强迫他非参加不可。于是大家便一起将曹拉到文会所，并为了预防曹先行开溜赴约，主持文会的朋友便说，今天大家轮流做诗文，并且要夜宴尽醉才可回家。之后朋友更是命令仆人把门封锁，曹因此大窘，不得已随便写了几篇文章交予朋友，希望以此告辞赴约。朋友们通通不同意，并且罚他喝酒。为了不让曹夜晚去做败德的淫事，文友们故意把曹灌醉，等曹醉得不省人事时，才一起送他回家。当天夜晚，林妇按约倚门等候曹，却久久不见曹来赴约。这时有一个无赖汉见到林妇不时张望门外，无赖知道该妇平日不守妇道，见他倚望，八成是等不到约会。无赖汉便上前挑逗该妇，该妇竟也带他进门淫行。而这时早就守在家门外暗处角落潜伏查看的丈夫看到此情此景后，便手持斧头破门而入，将无赖汉和他的妻子通通了结了。
第二天这件事情爆发，曹志涛听了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曹立即邀请那些文友们，除了拜谢他们当日阻挡自己赴约，让自己避过了一场杀身之祸外，还请文友们当面作证，并向天神发誓永远戒除邪淫，并要积极行善，补过赎罪。从此曹志涛时常三省自身，经过数年后更是顺利考取了进士。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当日如果不是曹志涛朋友们强拉曹去文会所并阻挡他赴约，那么这个时候死的就不是无赖汉，而是曹志涛自己了。由此可见，生死只在一念间，不邪淫便得生，邪淫便得死。希望大家看了此例能永记在心，引为戒境。我们接着看第三个故事。上海市有位姓崔的绅士，重金请人画了10几幅春宫淫画。这位画师也是技艺了得，每幅画都画得惟妙惟肖，让崔某很是喜欢，每天都要观赏一下这几幅春宫图。后来崔得了疟病，每次疟疾发作时，就见到10多位赤身裸体的美男子和美妇人被2个鬼卒挖肚抽肠，血流满地。紧接着鬼卒又对崔某剖腹勾肠，崔某每次都疼得哀嚎惨叫。崔某在连续发病后，仔细回想了自己发病时见到的幻境，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定是自己受到了那10几幅春宫淫画的报应。在崔某忽然醒悟后，便急忙将那淫画全部烧毁。神奇的是，就在淫画烧毁后没多久，崔的病竟然也跟着不药而愈了。在崔某病好后，为求赎罪，他更是捐出了自己的钱财，并印送了许多不可录。后来崔某身体渐好，精神渐旺，最后居然还连得了6个儿子。第4个故事，四川人钱大经，长相神貌俊秀，而且下笔千言，文采很好，但只要参加考试却屡次落地。钱大经百思不得其解，便向文昌帝君祷求。当晚他便梦见了青衣童子引导自己来到帝君前，帝君命神吏查看簿册，册上记载着钱大经本当20岁考中乡榜第2名，接着考取殿试会考，名闻天下，官位做到2品高官，寿命享73岁。但是由于曾经编造了3部邪淫的书，因此功名全部削夺，寿命也被削减了一部分。于是帝君劝谕说，你平生存心忠厚，而且在孝友方面也没有过失，可惜你不该造那淫书，使得许多男女看了你的淫书后败名丧节。要不是你在前世时曾积了许多阴德，你今生早就没命了，并且死后还得入地狱受苦。等钱大经醒来后，便发下重誓，自己不但戒淫，而且还要广劝众人戒淫。从此他遇到人就劝人戒淫，遇到淫书就设法烧毁。后来他以明经任官，活到62岁才适中。第5个故事，明朝神宗时，武进人张伟和某生一起到南京应试，在抵达投宿的旅社当夜，旅社主人梦见迎接天榜，天榜上的解元乃是和张伟同来的某生，主人便将这梦告知某生。某生听了洋洋得意，主人的2个女儿住在楼上也听到了，怦然心动，于当晚叫婢女招引某生，并坠下布幔坐梯。某生拉张伟一起爬步梯上楼，张伟爬到一半，突然自行想到自己是来考试的，怎么可以做这样损阴德的事，因此急忙随身退下，但某生已经爬上楼去了。当天晚上，旅社主人又梦见天榜，见到榜上的解元已经换成张伟。次日，主人将梦中所见告诉某生，并问他是否做了败德的事。某生听后面红耳赤，不敢回答。到了考完试放榜，果然张伟中了解元，而某生竟落地。此后某生大为惭悔，最终平狱而终。第6个故事，曾有个叫张宁的人娶了很多妻妾，可是到了晚年却生不出一个儿子，因此他便向家里的祖庙拜祷说，我到底有什么罪孽，至今没有半个子女，以致断了祖宗的香火。结果旁边有一妾突然出声说，只要不耽误我们便是阴德。张宁听了内心惊惧，幡然醒悟，后悔自己不该为了一己的私欲纳了这么多妾，以致断送他们的幸福。后来张宁开始暗查，凡是不愿意留下的便让他们通通改嫁，结果到了第2年，张宁便得了一个儿子。最后一个故事，明朝向西县
曾梦见自己能考中癸卯年的乡试，榜上提名，但却因曾淫污2个年轻婢女而被天神削去他的榜名。西县醒来后，发誓戒除邪淫，并力行善事来赎罪补过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他又梦见自己的名字再次恢复登于天榜。果然，他后来不但考取乡试，而且还在数年中又考取会试、殿试，功名不但恢复，还更上一层楼。由此足见，虽曾犯下淫过，但只要能痛改前非并力行善事，一样可以再获福报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所谓天道祸淫，不加悔罪之人是确实可信的，所以世人不能因为曾犯淫行清白已损便自暴自弃，甘于沉沦堕落。一定要相信，只要你能够痛下决心誓改前非，并且广行善事，那些因为邪淫而损失的福报自然也会再次回归。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